所以但凡是与外人通婚的人，自提出请求的日子起，3年后我可以给他还籍。但是这3年，通婚夫妻2人都必须为庄子做事，2个人呢都拿长工的工钱，就没有额外的奖金了。还了籍后头的日子过得如何，我可是不管啦。东家，这有什么区别啊？照样不是有钱拿吗？这分明就是东家开恩。这可是不一样的。打个比方，说去年咱们庄子里的人，每个人的奖金总共是拿了10两，这长工工资可就只有6两，这中间不是差几两？再说了，你们就确定我以后不会加奖金？总之呢，肯定是不能两头好。不过2口子长工钱1年也不少了，过小日子肯定是不差的。关键到时候可以还籍啊。众人见他笑，也跟着笑了。我觉着都好，反正东家给的条件呢都是好的。另外的，我虽然鼓励嫁娶，但咱们庄子里总有不愿意嫁娶想自己过日子的。这些人55岁以后想还籍便还籍，我还可以给一笔遣散银子。若是不想还籍，我呢便在庄子里分一套独立的房子，也不用做活了，就在庄子里安享晚年。这便是退休制度啊！前头的人一听都有些懵。东家，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若是一直留在庄子里，到55岁的时候就不用做活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每日就可以白吃白喝一直到死？是这样，也可以还籍后带着自己的银子去自己以前的老家安度晚年。总之呢，就一句话，不管你们做什么选择，我希望你们以后都好。大家看着他都是一脸的感激。东家，您这全都是为我们着想的，我们这些人上辈子都是大善人呢，如今才能跟着您。也是你们自己表现好，我才愿意费这样的脑子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不喜欢别人给我下跪。小花在一旁笑得欣慰，她就喜欢看别人感激地看着他们小姐的表情。看看现在，大家都要感动得哭了。东家，若是申请还籍，3年后还能在庄子继续做长工吗？当然，怎么说也算是半个庄子里的人，没有翻脸无情的道理，咱们还优先录用呢。那青年便咧嘴笑了，原先的一点忧虑如今都没有了，以后只要他们努力，肯定是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的。这些一会儿呢，我会写一个正式制度出来，以后王管事也不用犯愁了，都按照这个章程办，所有的花用都从账上支。大家这回心里有底了吧？不用再想着以后如何了。我这人呢，说话算话，信与不信你们瞧着就是了。东家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，我们信。自然是信的，东家从来没有骗过我们。哎呀，我们这些人真是走了大运呐！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这个制度算是给了他们极大的安全感，减少了以后生活的许多不确定因素。王时文知道大家这会儿都激动，怕是一时半会儿都平息不了。他笑嘻嘻地走到春晓身边。东家，麻烦您一步，我有几句话说。春晓便让小花待在这处，跟着王时文去了内室。东家，上回啊，您给的银票换钱的事儿已经办妥了，您要去看看吗？先不看了。春晓表面淡定，内心却乐开了花。他如今可是有10000两黄金的人了。你们先看好了，等我安排好了再运走。咱庄子今年又开始种棉花，那去年收的粮食啊，到了收成的时候还卖不卖？我怕您有事儿到时候不在，我没个决断呢。粮食咱们还是自己先留着，记得按照我说的做好防潮就行。我们家里如今都没有种粮食了，以后都要庄子供应，卖呢也卖不了多少钱，留着自己吃就行了。东家，您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了，我这心里啊与他们一样，很是感激。只是我这个人说话太木讷，不太会表达，我替他们谢谢您。我也谢谢你替我把庄子管理得这么好。咱们呢也都不要谢来谢去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回来我是要接人走的，上次说的那4个人，你帮我挑出来没有？早挑出来了，落选的人呢很是失落了一把，都说跟着东家最是福气了。如今这样想啊，去了可别嫌活累。我那宅子大，平日里打扫擦抹的不会少。你去与那几人打声招呼，让他们把东西收拾收拾。等会儿呢就跟着我回了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东升送过来几个人如何啊？我看了几日都还不错，刚开始啊还怕得很，咱庄子的人都和气，有那么1-2个喜欢开玩笑的，还吓唬他们，被我给训了。
如今呢都慢慢的习惯了。今日开会也在后头呢，倒是忘记点名让东家您看看人了。要不我去把人都叫过来，给您认一认。不用了，他们认得我，知道我是他们东家就行。最主要的还是踏踏实实干活。村里人说，附近庄子的人都羡慕咱庄子的人呢。您今日这个规矩一般，怕是他们都想来投奔咱们庄子了。这段时间，村里又办了好几场的喜宴。周氏见火候差不多了，让田氏跟舒文说他们看上了海棠，想把海棠说给舒文。舒文这回没有任何说辞，就点头了。这件事情定下来以后，田氏很快就找了媒婆上严福生家提亲。严福生一家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。爹，这日子定了，是不是得通知二弟他们呢？舒文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孙，娶亲可是一等一的大事。自然是要通知的。春晓啊，东升的车行不是已经开始跑了吗？能否帮着带信儿啊？爹，我正想着带小花去一趟县城，那我去县城的车行，让他们帮忙给彭东那边带个话。15号这日，姑姑，春晓一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哥他们回来了？姑姑，哥他没有回来，就我陪着嫂子回来了。哇，姑姑，你这宅子建得真豪气，你们在种什么？刚得来的桂花树。你们是因为舒文的亲事提前回来的吗？我嫂子她有身孕了，我哥说在外头照顾不方便，让我陪着嫂子先回来了。真的？这可是好事啊！走走走，那我可得去看看。见杨雪还在看她的宅子，我们先去看看书凤，得空了这房子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我说小雪一会儿就跑不见了，原来是去找你了。你不是说姑姑那处修了大宅子吗？我过去瞧瞧，顺便通知人。果然是好大呢。你自己去也不等我。我就瞧了个外头，里头都没有进去。姑姑她急着来看你，我们就一起过来了。你们要瞧啊，再等几日，再过几日，等那处的外人全部都走了，我收拾过了，你们再去，想住那处都行。你那处全部齐整了？说是20号结算，我看了都弄好了。过些时候我要专门请一个花匠，好好的养我的园子。姑姑，这么久不见，你想不想我？都要当娘的人了还撒娇，姑姑高兴，姑姑要当姑奶奶了。真的没有哪里难受的吗？你们这么远回来，路上可没颠着呢。怀天他在马车上垫了厚的棉被，一路躺回来的，没有颠着，好着呢。可惜哥他不在，我还想让他带着我去看嫂子呢。海棠你又不是不认识，你想看不会自己去啊？那不同，我就要我哥带着我去，我想看看我哥跟海棠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表情。是不是他以前笑话你跟怀天啊？你这报复心啊可真强。他去庄子了，如今庄子正打顶的时候，好久不种地，他怕人忘了该如何弄，去盯着呢，这几天都不回来。我明日也去庄子看看，许久没去了。姑姑，我同你一起去吧，我也好久没有去那边看过了。你就算了吧，我的姑奶奶，你这有了身子还到处跑，若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可担待不起。是啊，你如今是双身子，又没有坐稳，就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。今日因着淑凤回来，一家人又聚在了一起。大山问他跟小雪彭东那边的庄子情况，两人说一切都好，跟往年无二。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，刚好接到了舒文的消息，二叔二婶已经知道了，说是安排好了事情，7月就回。淑凤看向春晓，姑姑，怀天想把咱们家的卤肉生意做大，说是要先征求您的意见，过些时回来与您商量。这个事情不用你们参与，但是分成咱们算4份，爹、二叔，你们一人占2成，我们占4成。我们都没有参与的，算我们做什么？你二叔若是想参与占2成也无妨，这房子是你姑姑的，他怎么也要多占一些，给他算4成。严大山觉得女儿女婿这回有些不懂事了。我只是提前跟姑姑说一下，具体怀天到时候会跟姑姑二叔好好商量的嘛。大哥，你也真是的，房子虽说是我的，但我又不操心不参与的。再说我如今有那么多棉花庄子，这卤肉他们能做大那也是好事，给我2成啊，我觉得也足够了。只是有一点，当初我跟聚贤酒楼黄老板说好了，他做南边生意，我们做北边生意，怀天要做呢就做北边地带就好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大约跟二叔他们一起吧，他倒货经常要四处跑，挺忙的。哦对了，
上回我们还见到东升哥了呢，他在彭东开了车马行，怀天还跟东升哥他们一起有生意往来呢。那车马行也是咱姑姑的，你不知道吧？真的？姑姑你怎么哪里都有生意的？东升哥也不说。车马行的事情我可不管，我只负责年底拿钱。东升在外头一直没有回，这股份如何算他都不知道。不过那些买铺子的房契到时候倒是明明白白的，大约不会是一笔糊涂账。吃过饭，大家便各回各处了。第二日一早，春晓带着小花去了陆庄。东家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张子好久没有种棉花了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东家您放心，您之前教我们的要点册子，我们都保存得好好的。之前小东家教庄子几个人认过字，上头写的棉地开种前，就给他们一件件说了。您放心好了。你在呀，我其实是放心的。我过来看一眼，不是等会儿就回去了。东家，您过来啊，有个事情正好告知一下。咱庄子呢，前几日来了人，想要买庄子，让我找您出来。我直接跟他们说您出远门了，这庄子没打算卖。他们来了好几次，态度不怎么好，你要小心一些。边上几个庄子都碰到了类似的事儿，大约是一伙人。哪里来的人？态度好吗？如何不好？难不成不卖他们还能强买不成？听说是县城来的人，有乡府的官爷陪着的。不过我看那官爷啊，态度也有些怪。一方面呢带着那2个人，但是并没有怎么为难咱们。其中好像有人呢知道这庄子是您的，还偷偷的提醒我们，让您最近别在庄子里露面了。有几事了？春晓预感这不是个好事。大概有3、4日了吧。春晓点了点头，既然是乡府的官差出面，看样子来人肯定是有来头的。等会儿要去乡府问问情况。上次找人的事情，他与乡府的衙役也算是有了点交情，去问问情况应该是不难。询了一下庄后，春晓便让小花赶着车去了镇上。二人将马车停在了乡府不远的酒楼。春晓进了酒楼，要了一个包厢，又给了小花碎银子，让小花把衙差的头头找过来。严姑娘，好久不见呐，姑娘找我何事啊？张大哥，坐。小花，去让小二上一壶最好的凉茶上来，让差爷解解渴。姑娘不必客气，有事直说就是。我如今正当差，不能耽搁太久啊。小花，让小二上快些。你们当差辛苦，休息片刻也是无妨的。张大哥，这次麻烦你，主要是想问一个事情。我在陆村有一个庄子，听说前几日有乡府的人带人过去买庄子，还有差爷提醒我们少露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果真是姑娘你的庄子呀。当初那户籍名册看田契归属的时候，就猜这名字一样的是不是同一个人，没想到真是你的，也算是我们多留了个心眼儿，给姑娘你免了一则麻烦呢。张大哥，我这还一头雾水呢，能否给我讲讲这个事？什么人要收我们的庄子？我们呢也是听吩咐办事儿，听说是县太爷的小舅子，还是小叔子什么的亲戚。说是陆村那片的田地好，想要那片的地，如今已经收了2处庄子了。你放心吧，他想的是全收。厅长觉得这个事情不妥，毕竟啊是打了府衙的幌子，让他收了2处就没理了。这2年呢，动不动就是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是烦不胜烦呢。是县太爷下的命令吗？按理庭长不照办，会不会被针对啊？这种事情啊多了，谁知道是县令的命令，还是人家自己狐假虎威呢？反正啊是有县府的通告大印，人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能敷衍就敷衍，敷衍不过去呢就办一处不办一处，县令总不好拿这个事情问罪吧？嗨，你放心吧啊，那边啊已经收了2处了，大抵是不会再让收了。人家抵死不同意，这私产无罪过，总没有强抢的道理吧？我这几年多在外头跑，对家里情况也了解不多，怎么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吗？可不是嘛。前2年呢逼着大家给官府卖粮，从中不知道得了多少的益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。都说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到哪里都有这样的蛀虫啊。严姑娘，你放心好了，既然知道那处是你的产业，我们自会帮你护着，若是护不住，我们也会给你带消息的。多谢几位差大哥帮忙，日后有机会我定请诸位吃饭。好说好说，若今日只为了这桩事情啊，
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不然那头啊该找我了。辛苦了，张大哥慢走。月中的时候，整个宅子完全竣工了，几个工匠班子全部结算走人。今日是竣工的第一天，为了庆祝，晚饭便由春晓主持，招待大家一起在新宅子吃饭。舒文还有严大山他们都回来了，严大山回来却是一脸的气愤。怎么了，大山？你妹妹今日宅子落成，怎么看你不高兴的样子？娘，我没有不高兴。春晓这宅子我也不是第一次来，他这处是顶顶的好的，我自然替他高兴。那你还皱着个眉？是庄子的棉花出问题了？我是之前那庄子，是新庄子。今日庄子找过来了，说是庄子不卖给我们了，还把定金退给了我们。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昨日村里定的庄子，人家也来退定金了，说是官府要买庄子，他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儿，还让李正别怪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了更好的买家。春晓听他们这样讲，突然就想到了县令的小舅子，这事儿怕也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大哥，算了，我看若是在左园不成，就去别的县城看看好了。还好如今不是年底，还有充足的时间准备。那庄子我前前后后跑了多少趟才定下来的，以后还是地气到手了才有底儿，不然人家随时都能变卦。吃过饭后，春晓将严大山跟舒文还有周氏夫妇叫到了一旁。爹，大哥，舒文，我想找你们帮个忙，这个事情只能你们帮忙做。你是个什么事情？你倒是说呀，能帮的我肯定帮。春晓将他们带到自己的院子。姑姑，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舒文不解，其他人也不解。爹，大哥，我想让你们帮着我在这处建一个大地窖，我放东西用的，找工匠我不放心。你想要挖个多大的地窖啊？你若是要藏值钱的东西，自然是不能找外人的。你要挖个哪样的，你好好跟你爹他们说说。春晓拿出自己画的图纸。这个怕要几日的功夫啊，我回去让你五叔先做好楼梯饭，明日我们就过来给你弄。那爹，明日还不着急挖，明日我们先把要用的材料弄回来再说。好在房子才竣工，买些材料查漏补缺也不奇怪。春晓又一次带着小花出远门。前2日呢，倒是有汇泉车行的人过来，早知道你要去啊，就叫他们等2日了。那我给你一桩生意，你找个人给我们赶车，送我们去汇泉，不用你的车，路上车马费我照付。你是老板，你要去汇泉找人送，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怎么还提钱呢你？自然是要给钱的，你也别管我是谁，就当是生意上门了，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你管账，你最清楚。旺福点了点头。行，我给你们找一个我们这做事最踏实的，正好他昨日刚回，你们准备怎么走啊？路线我们不熟，你们安排吧。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，跑了这一次，下次我们就熟了，就不用人带了。这一路他们就经过了7个据点，果然在第9日中午到达了汇泉县。结果到了汇泉车马行，东升果然是离开了，问去了哪儿，谁都说不知道，只说差不多3、4日的功夫就会回来。东家，你们要待多少日啊？掌柜的说了，若是时间不长啊，便让我等着，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回去。汇泉离蓝县远吗？有一些远，差不多要3日的功夫。那我们先去一趟蓝县吧，我要去那边买一些东西，你就跟着我们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去。几人找了个客栈投宿，春晓开始带着小花在县城各处扫荡，一直到天色黑了才回到客栈。小姐，你今日买的首饰样样都好看，金饰也好看，东珠也好看。这次咱们专门挑好的买，只要是好看的，价格合适，咱们通通买。2人准备好好的休息一晚，第2日再去好好逛一逛。可谁知夜间却出了意外。都给老子闭嘴，再叫老子抹了你们脖子。老子今日心情好，只求财，若是有人嫌命长不老实，那我也不介意取几条命走。你们几个去房里搜，把值钱的都搜出来。小花心里咯噔，今日他们买了好几百两的东西，这回怕是全部要被收走了，只希望匪徒不要发现旧衣里的银票才好。没多会儿，匪徒们就高兴地下来了。大哥，你看，
我们发现了什么？小花一看，面如死灰，可不就是春晓的首饰盒子吗？大哥，好几盒的首饰呢，除了这些啊，还有不少的银票。只见对方拿出一个包袱，里面有一沓的银票，那包袱不是他的，他这才稍稍放下了心。这是我进货的银子，你们不能拿呀！话没说完，就被边上的一个歹徒一刀毙了命。大家见状都吓得尖叫。春晓有些傻了，他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自己面前被杀。都说了叶金人心情好，不想杀人，你们非逼着我抹脖子。他看了看人群，突然就看到了春晓跟小花。你们两个给我过来！春晓这会儿是真正的有些怕了，看到拿刀的汉子点到他，他吓得有些发抖。不等他动作，就有两人将二人拎了起来，往前推了几步，吓得他们惊叫出声。远处的车夫见状，突然就站了起来。放开我们东家！歹徒见状走过去要抽刀，春晓一下子回过神来。哎，别杀他，他不过是一个车夫。那头领或许是真的心情不错，对人做了个手势，一个匪徒一脚就将车夫踢得跪下，然后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给老子老实待着，说是再废话，立马就结果了你。这美人的话还是要听一听的，虽然说有些年纪，与我倒是般配。那土匪流里流气地看向二人，在二人身上来回流连一番之后，突然就走上前，扛起春晓就上了楼。小姐，小花要上前，却被身边的人死死制住。你着急什么？你自然是有爷我伺候你的。我就先不客气了啊，你们再在剩下的里面挑一挑，今日我们也松快松快，记得留2个人守人就够了。说完，他便也扛着挣扎的小花上了楼，一时之间惊叫声四起。你放开我！你个混蛋，放开我！你这捶背的功夫不错，多捶捶，捶得我正舒服。等会儿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床上功夫，保证让你欲死欲仙。到时候你还会让爷好好的宠你的。乖乖听话，爷还能怜香惜玉。若是不听话，等会儿弄伤了你可怪不着我啊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那人便压了上来。春晓的呼吸一滞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你滚开！你不得好死！他一边用脚踢，一边用手去摸枕头底下。他睡前都有将匕首放在枕头底下的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他这才想起来，这不是他的房间。突然胸口一凉，就见衣服被撕开，耻辱感油然而生。看着扑下来的人，你让我去洗个澡，洗个澡。洗什么澡？香得很，爷现在就要。说完就要扒他的裤子。春晓听到隔壁的尖叫声，他用手死死拉住自己的裤子，眼泪越流越凶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挣扎尖叫，视线早就模糊了。不知是他的挣扎起了效果还是别的，那男人居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。他不敢用手擦拭眼睛，只死死地护住自己的裤子。突然一只手扶住了他。春晓，是我东升，你别害怕，别怕啊。对方见他冷静下来，这才松了手。春晓听到了东升的声音，这才慢慢地从恐惧中冷静下来。他擦了擦眼睛，这才看到真的是东升坐在边上。之前那个悍匪已经扑倒在地上，地上此时已经流了一地的血，隔壁也没了声响。东升，你帮我救救小花，求你救救小花！东升对他做了个虚的手势，示意他小声，说着便猫着身子出去了。春晓终于冷静下来，只是经过这样一闹，他浑身瘫软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刚刚那一刻，他居然还想到实在不行，干脆就咬舌自尽。此刻他万分担心隔壁的小花。好在没过多久，东升就带着小花摸了进来。小花一进来看到他就捂着嘴哭，又怕自己哭得大声将底下的人引了上来。春晓看他手上都是血，忙上前看他是不是哪里受伤了。小姐，我杀人了。我知道这个时候让你们冷静不容易，但如今贼人还在，咱们得想办法自救。春晓，你们要配合我。春晓抹了抹脸上的泪水，虽然对于东升的出现一肚子的疑问，但此刻绝不是方便说话的时候。
你要我们怎么配合你啊？你们总共有几个人呢？6个。隔壁那个是已经死了吗？东升果然点了点头。那地下人4个，我们需要把他们引上来，一个一个解决。那如果他们一起上来呢？现在顾不得这么多了，等会儿不叫人，他们怕是也要上来的。东升轻轻地挪到外廊护栏处，往下看了看，他又挪回去。等会儿把人招上来，你们2个藏到屏风后面去，不要往外看，快去。春晓听话地带着小花躲到了屏风后，东升让他们不看，他却忍不住通过缝隙往外看，就见东升扶起地上的死人，在房间里找了个衣服围住了他的脖子，将人架到了围栏边，并故意弄出了很大的声响，接着便藏在后面扶起那人的手，做了个让人上来的动作，紧接着东升就将人拖了进来，放在了床一头的盲区。下面很快就传来了笑声。大哥，你这不行啊，是不是美人太销魂了？你这才1炷香左右的时间呢。声音越来越近，东升此刻已经躺到了床上，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春晓都能听到小花跟自己的心跳。门是虚掩着的，很快就有人推开了房门。大哥，没人回应，突然床上传来了2声低气，进来的人一下子就兴奋了。哎呀，美人哭什么？我大哥不疼你，我来疼你啊！说完便往人身上扑，结果一下子就没了声响。春晓这处看不到床上的情况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出来吧，人解决了。2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就看见人趴在床上一动不动。还有3个人怎么办？隔壁房还要招一个人上来。小花姑娘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要快。你要我怎么做？你说。你同我去隔壁房，你躺到床上去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这种事情对于女子来说是十分可怕的，她只能事先做好安抚。这3个人上来不可能一点声音都没有的，我要把那边的人的衣服换上，假扮一下。行，我们这就偷偷过去。只是小姐，你一个人待在这里怕不怕？我不怕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你把房门关好，等会人上来的时候，你尽量弄出些声响，让他们以为你在挣扎。我明白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2人弯腰出了门，他则是小心地关上了门，又挪来凳子抵在了门后。这会儿让他发出被侵犯的痛苦呻吟声，他是没办法学的，等会儿就只能用力地摇摇床架子呢。大约10分钟之后，下面又有笑声传来，隔壁应该是已经有行动了。他赶紧站在床头，大力地摇晃着床架子，摇得本就不结实的床嘎吱嘎吱响，自己则不停地喘着粗气。果然有人经过他房门口时停留了一下，随即发出了一声颇为淫荡的笑声。我说你们2个如今是一个上一个观战，还是2个一起啊？悠着点儿，可别人把人家小娘子给弄咽气了。说着笑声便飘远了。许久之后，他似乎听到外头有轻微的推门声，他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开个门。是东升的声音，他小心将凳子挪开，轻轻地打开了门。小花也过来了，还拿过来一个包袱，他知道包袱里是他换洗衣物。还有2个人怎么办？下面有那么多的人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上来，必须把他们分开才行。东升皱了皱眉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把人引上来。我下去吧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说是他们不上来，我便撑下去，解决一个是一个，你们就在上面待着。若是让春晓冒险去解决其他人，他是绝技不同意的。我去吧，小姐，你赶紧换身衣服，我去想法子把人引上来。你如何引？你别犯傻。小姐，你信我一回，我是看着傻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他努力挤出一个笑，又看向东升。你保护好小姐，我这就下去。2人在屏风后换了衣服。下楼之前，他将自己的领口故意拉松散，衣服也弄皱了些，露出了小衣的带子。做完这些，他转头看向春晓，心里不住地给自己打气，为了小姐豁出去了。他步伐沉沉地一步一步下了楼。你怎么下来了？他们人呢？哎，问你话呢，装什么哑巴？你们杀了我吧，你们杀了我吧，我不想活了。怎么，滋味不好受吗？
不应该呀！啊，这娘们儿还有几分姿色。妈的，这下面的全都是些歪瓜裂枣，老子一个中意的都没有找见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些混蛋！先别玩了，大哥他们怎么在上头没动静呢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这客栈前前后后人都搜干净了，哪有什么事啊？我看他们八成啊是快活过头，倒头睡了。这也太不仗义了。他们是松快了，就留我们在下面守着人。哎，你先看着啊，我上去把老五叫下来。老子的好事还没有办呢，哪里轮得到他睡觉？小娘子，你等着我啊，我一会儿就过来找你。楼上的二人此刻也是十分的紧张，不知道他会进哪边。脚踩着木板的声音越来越近，脚踩着木板的声音越来越近。那人在他们门口停留了一会儿，叫了一声大哥二哥，见没人回应，居然直接去了隔壁屋子。东升一把打开房门跟了上去，很快那边就传来了声音。春晓怕引起怀疑，只能假装大声地哭了起来，直到那边渐渐没了动静。突然有人从他的门前经过，咚咚咚下了楼，很快下面就传来打斗声跟大片的尖叫声。他再也忍不住打开房门，伏在围栏往下看，人很快就被制服了，车夫帮了忙，他赶紧往下跑。你受伤了，掌柜，赶紧去报官，去找大夫，快去！哦，掌柜这才回神，忙找了伙计出门。春晓看着东升冒血的胳膊，也顾不上那么多，在柜台找了剪子，从自己衣服下摆剪了一个口子，然后顺利一撕，撕了一个长的布条给他止血。春晓看着东升冒血的胳膊，也顾不上那么多，在柜台找了剪子，从自己衣服下摆剪了一个口子，然后顺利一撕，撕了一个长的布条给他止血。我没事，你们先上去穿个外衣，等会儿官府来人怕是还要问话，人虽然没死，但是也动弹不得，我看得住。他们穿上衣服，拿上自己的包袱，便匆匆下了楼。官兵一来，看到他们，问了大概情况，就让人将尸体都抬了下来。今日死了这么多的人，官府自然是要问话的，他们都得去衙门。大人，他受了伤，已经去找大夫了，可否稍等，等大夫来了包扎了之后再去。大夫来了，到房里给东升清洗了伤口，又包扎好，叮嘱他每日要勤换药。于是大半夜的，一群人都去了衙门。春晓他们做完笔录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只是在门口等了半天，也不见东升他们出来。小姐，咱们怎么办？去把马车赶过来，咱们就在这处等。今日若不是东升来，怕是他就要命丧于此了。这已经是东升第二次救他了，不知要如何感谢他才好。他上了马车，靠在车壁打盹儿，结果这一宿，东升跟车夫都没有出来。不会是杀了人还要背人命官司吧？但是大家都可以作证，那些是大恶的匪徒啊！就在他心里越发慌乱的时候，天亮了，东升跟车夫总算是出来了。如何了？没事了，可以走了。走，找个安全的客栈，大家都休息一下先，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。今日真是惊险啊！要不是东家，我们都要完蛋了。春晓跟小花到这会儿才惊魂稍定。跟官府说清楚了吗？应该不会再找我们麻烦了吧？放心吧，那几个原本就是通缉的犯人，咱们不仅无过还有功呢。等案子结了，咱们还到衙门领赏钱呢。昨晚大家都吓得不轻，等会儿洗个澡先睡一觉，醒了就好了。我居然睡了这么久。不算久，我也刚起不久。哎，对了，我们的钱还在不在？都在，我保管的好好的，小姐你放心。小花，你怎么了？小花一愣，随即笑了笑。小姐，我没怎么呀。没怎么，你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小姐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想抖，但是他不听我的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小花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想着你伤了人的事情，但是你要知道那是自保，不是你故意伤人的，是别人伤害你，你才不小心伤人的，错不在你，你知道吗？官府都说了要刑赏。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那人一进房就扒我衣服对我行不轨，我摸到匕首就刺过去了，我不是坏人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将自己的恐惧与不甘发泄出来，之前是一直在强装镇定。今日多亏了你，你不要自责，那些人原本就该死。
门突然又被敲响。能进来吗？东升大哥，小姐起了，进来吧。小姐，这会儿无事，我先去成衣铺子把衣服买来，不然晚上该没得穿了。春晓点了点头，让他自己当心。睡了一觉，可好些？我无事，遭了这么大的事，有些心绪不平，也是正常的。这次又是你救了我，你怎么会半夜出现在客栈啊？你们走后的第二天，我便碰到了马航的人，知道你们来了蓝线，正好这边没有设点，我便想着一道过来看看。昨日下午就到了，只是碰到了熟人，耽搁了，便没有找你们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哪里？你怎么会半夜出现在客栈？昨日下午我就看到你们买了东西往那边走，那头就这么一家客栈，本来是要与你们会合的，结果碰到了衙门的主簿，被他拉走了。应该早一些与你们碰头的，不然也不会让你经历这些。幸好你不在，不然的话我们如何自救？那你怎么半夜出现在客栈外头？就睡不着，到处走走啊。他没说他其实在对面蹲了很久，那些匪徒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察觉的，当时心里真的是紧张无比，想去找人又怕耽误时间，最后从后院围墙爬了进去，循着声音过去，总算是让他给赶上了。若是迟了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东升，多谢你救了我们。东升想到昨日见面的场景，突然就红了脸。春晓，昨日的事情你放心，我会负责的。这句话耗了他莫大的勇气，终是说出了口。负责？负什么责？总之你放心，我回去就让我爹提亲。春晓看着他慌张的神色，脸红得跟个虾米一样。再想到刚刚提起的事情，他这才想起昨日见面的时候，他正被人撕了衣服，怕是东升见他的时候看到了他穿小衣的样子。昨日的事情是个意外，若真像你说的看了就要负责，那我岂不是要嫁给土匪？这个事情回去了，你不说我不说，小花更是不会说的，没有人知道的。你别傻傻的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来，我可不是恩将仇报的人啊。话虽然这样讲，但如今想起来实在是有些丢人的，他都想尽早结束这个话题。你是不愿意嫁给我吗？是啊，他如今与他的条件隔了那么多，自己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这不是嫁不嫁的问题，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你怎么能为了这样一个事情就娶我呢？我是什么人，你是什么人，咱们怎么能成婚呢？他想说她是一个合离的妇人，嫁给他只会让他被人笑话。东升垂着头，看不见神色，就这样坐着。春晓也不知道为何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。说到亲事，不久前我还跟我大嫂说起过你。你觉得怀天家的小雪如何？你这样一个人是真好，我们总想着要拐来做亲戚的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若是你觉得不错，咱们两家还真能凑成一门亲事呢。这事就不劳烦你操心了，你自己不愿意就扯到旁人做什么？你既然先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果真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春晓还是第一次看到东升给他脸色，这是不该在他面前提亲事。小姐，咱们是继续去买东西吗？去吧。要不他去给东升挑个礼物赔礼道歉，人家前脚刚救过他的命，后脚他就惹了人不高兴。唉，咱们的东西还没有买完呢。吃过了晚饭，老魏驾着马车带他们去逛街。魏师傅，像你们男子的话，一般喜欢什么东西啊？东家，那就要看你是送给谁了。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我是个俗人，若是什么东西都不送，就送给我几个铜板，我也是高兴的。小姐，你要给谁买东西？东升大哥吗？是啊，这次他救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。小姐，咱们上次去首饰铺子不是看到一个玉佩挺好看的吗？好看是好看，但那个是个对配，不然啊，我当时就买了。你送给他，他日后若是想送人了，就不用自己花钱买了。行，那咱们就去上次的铺子把那个买上。他们一直逛了1个多时辰才回去。我知道，今日是我惹你不快了，我来给你赔礼道歉。
之前说的事情，我以后不提了。你知道的，这人年纪大了，就喜欢管这样的闲事。你不欢喜，我以后肯定不提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当是赔礼。你打开看看，这个你喜不喜欢？你当我是小孩子吗？不用了，你拿回去吧。要的要的，当我感谢你。我可是十分喜欢。你看看，你喜不喜欢？东升见他眼露期盼，这才拿过盒子打开。他拿起来一看，发现是由2块玉拼在一起的，两边都雕有花纹。仔细看看，那上面还刻了字，一半写着平安，一半写的喜乐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我看设计的挺巧妙的，可以挂在脖子上保平安。你2个都要给我？是啊，送给你。你以后高兴了，可以将其中一个送人，这个寓意好，样子也好看，人家肯定会喜欢的。东升看了看那个盒子，默默地将东西收了下来。既然是你送的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春晓心里终是松了口气，收了东西应该就是消气了吧。那咱们谈谈正事儿吧。你要考察蓝线的点，要在这边待多长时间啊？你这次出来是如何打算的？我这趟出来最主要的，把马航的分股算一算，咱们怎么个占比要说清楚啊，不然涉及到钱，以后就扯不清了。我可不想因为钱与你有什么矛盾。另外，若是时间充足，我顺带看看我的铺面，这花了钱，总要知道自己买的东西在哪里啊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好在东西我都随身带着了。说着，东升走到床边，拿出了一个包袱。要不我们今晚就好好的算一算，把马航的事情定下来。这边建点倒是不着急，如今主要还是要人手。我已经让和天水流他们去找人去了，我先陪着你把各处的铺子都走一走，然后我们一起回去。你也回去？舒文的亲事我也是要回去喝杯喜酒的。如今建起来的店已经正常开始接买卖了，我不在，他们便能自己管理好，放心吧。那太好了，如此，后头我们便可以一直同行了。东升见他是真高兴，心里也得了些安慰，至少他在身边，他是不排斥的，如此也好。他拿出包袱里的房契，一一将位置大小讲给春晓听。讲完了房契，又开始与他对账本。除去买铺面的那些，春晓投入到马航的钱并不算多，总的算来，他占4成，东升占了6成。搞清楚了占比，以后就好运作了。我就是个占便宜的甩手掌柜，没想到还能得4成的好处，总觉得是占了你便宜。若不是你帮忙，我这车马行未必能建得起来，哪里来占便宜这一说啊？我准备到时候在各个铺子买一些别地的特色，兴许能挣钱。春晓觉得东升实际上也是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，这做了物流卖货是必然的，这南货北调就是赚钱的路子啊。他原本还说要提点1、2，如今看来人家早就打算好了。以后我卖棉花，跟那些客商就只提咱们的车马行，做生意的都是人精，他们自然会光顾生意的。2人聊着生意，越聊越开心，最后实在是夜深了，东升催着他去休息，他才回到了自己房间。他与东升说好了，在蓝县待1天，然后就去看各处的铺子，若是中途有他合意的，则可以继续买。东升说，马航的据点才刚刚铺到彭东，咱们这次回去可以从彭东绕回去，正好可以去看看你姐跟美满他们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也要给我姐买件好看的首饰。一大早，4人就兵分了2路，春晓他们去买首饰，东升则带着老魏去县城考察了。他们这一日就在各个当铺还有首饰铺子逛，一整日的时间，基本上把县城大大小小的首饰铺子都逛了一遍，花了1000多两，买了许多的首饰。今日逛了1天，中午在面摊上随便吃了个面，这会儿肚子都饿了，也不知道东升他们回了没有。小花赶着马车回了客栈，却在门口看到了2个当差模样的人正离开。他们把马车赶到客栈后头，锁了车门，又叮嘱小儿看好。咱这处怎么有差爷？不会是有什么事吧？你可别说这个话，我都怕了。你去叫饭，我上去叫人。春晓上了楼，看东升的房门虚掩着，人应该是在。他直接推门进去，就见东升正光着膀子给自己上药。看到他突然进来，啥也顾不上，赶紧把边上的衣服披在身上，转过身去。你等我一下。春晓原本还为自己撞见这一出懊悔没有敲门，见他药都没有上好，就急急忙忙穿衣。
瞬间便觉得有些好气又好笑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药都没有上完呢，坐下吧，姐也是见过世面的。他将人拉着坐下，又拉了他的衣服。上药怎么不叫人呢？我自己能行。春晓看到他肩头有些外翻的伤口，没想到他的刀伤这么严重。之前只是知道他受伤，并不知道伤口这么深。可惜这个时代不会缝针，这种伤只有缝针才好得快。他一边心疼，一边拿过他手上的药粉撒在上面。很疼吧？不疼，过几日就好了。此刻这样光着上身与他独处，他觉得十分的不自在，却又希望这样的时间能多一点。他看向春晓，见他皱着眉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怪吓人的。你别动，你背后又没有长眼睛，如何包得好？春晓给他上好药，拿起桌上的布条给他裹伤口。伤口在肩上，必须斜着从肩胳膊下穿过才行。东升平日看着瘦高，没想到身上还挺结实，他一个手还还不住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给他裹好了伤口。结果他没有出汗，东升的额头却沁出了汗珠子。是不是我包得太紧了，弄疼你了？自己也不是大夫，早知道就叫个大夫来好了。无事，不疼。他赶紧背过身去穿衣服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找你吃饭，今日逛了一天，我肚子也饿了。对了，刚刚在门口碰到了官差，是找你的。我说我们明日就要走，他们是来送赏银的。赏银多少钱啊？一共20两，总共是120两。这官府也太小气了些，那些人那么饿，以前肯定是害过不少命的。一个人才20两，不少了。有些侠士就是专门靠这样的赏钱过日子的，只不过这次误打误撞便宜了我。我知道你说的是赏金猎人。赏金猎人，这个叫法好，可不就是猎人吗？走吧，你不是肚子饿了吗？下去吃饭吧。春晓见他穿好衣服之后，活动并不像个受伤的人。有些人天生就能忍，换作是他，怕是得痛死了。走吧。其实刚刚他看到他身上还有其他的大大小小的伤痕，应该是打仗的日子落下的。就说在军营混，哪有这么容易的？他虽然好奇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小花跟老魏已经等在了下面。你们今日看到中医的铺子没？东家说还得再找，有看中的地方，但是没有合适的铺子。明儿我们就走了，你们东西买齐了没有？要是没有的话，就再留一日。买齐了，不耽搁了，明日一早就出发。咱们第一站就是去彭东吗？对，彭县离彭东近，先去彭东。你的伤赶路要不要紧啊？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是他今日见了还是挺严重的。如今天气热，是最容易感染的。赶路的话，也不是随时都有大夫可以看的。要不再在这处待几日吧，等伤口结痂了再走，这样保险。不用了，就算是待在这里，我也是不会日日留在房里休息的，还是会四处走动的，也是一样。有需要的时候，至少能找到大夫啊。我今日去药铺拿了不少伤药，包扎的干净，布条也准备了不少，没事的。东升大哥的伤很严重吗？他没有瞧见过，见他没事人一般，还以为没事儿。伤口深，愈合怕是不容易。他坚持要走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那就路上换药勤些，千万不能感染了。清洗的水也要烧开了才行。等会儿小花，你去买个小炉子跟锅，路上我们好取水烧水。哎，对了，最好是再买2身换用的里衣。魏师傅，等会儿你陪我们一起去，帮着我们试试衣服。第二日一早，4人便赶车上了路。他们碰到的镇子不是吃饭就是找医馆，总之换药换的确实勤。有时候在外头跑了大半日，天气热容易出汗，他便在河边取水，用炉子烧水，让他清洗换药包扎。第3日上午，他们便到了彭东。小姐，咱们到彭东了，是直接回庄子吗？自然是先去车马行看看啦。我的铺子长什么样，我还不清楚呢。到了，这处算是买的大铺子了，后头也大，进去看看。东家，您过来了。聂桑呢？咱这缺人手，掌柜的运货去了，如今不在。这是咱们马行的另外一个东家，后台下随便看看，你们去忙吧。他们先是在铺子里看了看，随后又去了后头看院子。这个铺子
2800两，实在是太划算了。当初为了改这个铺面，倒是费了不少力，好在最终是拿下来了。这小院我们还改建过，以前可没那么多的房间。原本这些应该先跟你打个招呼的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便自作主张了。这铺子都是你帮我买的，租给车马行用，自然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，你总不会算计我的。人手不够可怎么办啊？其实找人不难，但是要找一心一意为马行办事的，不存在私利的就不容易。我想着怕是到时候还是要买几个自己的人手，买的人生气握在自己手里才放心的。你说的是，若是需要便买吧，钱不够我借你。我有钱。是啊，差点忘了，你还有赏银。你若是买人，帮我寻寻看看，有没有会种花种树的园丁。我那个宅子要懂这些的，好好整理才行。日后宅子里的花草树木那些，也需要懂的人养护，不然花再多钱也是白瞎。行，我找人的时候，若是找到你要的，就给你带回去。伙计不错，做事灵活，我这处是个好地方，以后做起来呀，那可就值钱了。你若是觉得好，后头在河间还有方舟，可以继续买铺子。那是自然。这回回去，你准备几时再出来啊？大约喝完喜酒就要出来了，那头也要抓紧了。等那边的建好，整个跑货就更好做了。也是。春晓看完了车马行，我还是抓紧时间去一趟庄子，不然后头时间太紧张了。你有事没有？若是没事的话，跟我一起吧。还是庄子那头清静，回去洗个澡，重新换个药。不行，你就自己先洗个澡，去医馆上药。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庄子。小姐，咱们这一走就是半年，这次回去他们肯定高兴。他们高不高兴我不知道，你高兴啊，我可是看出来了。管事，东家来了，东家来了。小姐，我没有想到你们今日过来，我就知道美满姐姐要欢喜的。我们就是路过，顺便过来看看，自然是欢喜的。刚刚在院子里听说小姐来了，我还以为呀自己听错了。你让人去烧点水先，我们几个身上出了汗，要洗洗才舒服。我不用热水，大老爷们的用凉水冲嘎更舒服。等会儿给我指个地儿就行了。东升也想说自己用凉水，但想着春晓一路上的精心照顾，他还是选择了不开口。庄子边上怎么建了这么多房子？是附近村里的？大部分都是附近村子的，还有一些是咱们庄子的。您之前不是给我带了规矩册子吗？我按着吩咐做了几处独立的房子备用。小姐，明日您就能看到，咱这处白日可比以前热闹，卖吃食的不少，他们手上有钱，每日几个铜板也舍得花。你们这回待几日啊？就是顺道过来看看，待不了几日。明日我先去灵业那边看看我二叔他们，叔文要成婚了，8月初8的日子，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回去。下午呢，再去一趟黄口村那边，等都看过了，我们就要走了。晚上洗了澡，各自吃了饭，春晓找人重新给东升包扎了伤口，是他照顾得好，这么热的天，伤口难得没有恶化，边缘开始有些结痂。将两人安排到住的房子以后，他跟着小花窝到了美满处说话。你若是舍不得我们，明日就跟着我们一起啊。我自然是要跟着你们的，怕是你们赶也赶不走的。可是小东家成亲，我们也去不了。心意到了就行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带了礼物，只是这会儿啊天太黑了，不好翻找，等到明日再拿给你。小姐，你给我带的什么？好东西，你肯定喜欢。小姐她挑了许久的，我姐姐也有。那个徐校尉怎么跟着你们一起过来了？小姐跟他合伙开了马行，彭东县城也有，就是正街上的春生车马行。小姐这次出门就是为了车马行的事情，车马行的掌柜美满姐姐也见过，以前来过的那个小桑。哦，难怪小花如今呀也越发的开朗了，跟在小姐身边总能见识到我们见识不到的，我都羡慕。前次我去看你姐，她说你跟着小姐，她是一点也不担心你。跟着我那是要患难与共。春晓想到这次的事情，心里难免有些过意不去。庄子这半年可好，没有发生什么要紧事吧？都好，就是总有人来打听种棉花的事。不过大家都知道各种厉害，附近村子做工的人也知道，跟咱签了契书，他们也不会胡说。别人问呢，态度好些的拒绝就是了，可千万不要起冲突。不怕，咱庄子人多，一般人轻易不敢招惹，我们只怕那起子小人使坏。如今在夜间，日日都有人在附近巡看呢。你管事，我总是放心的。哎，今日
怎么没有看到春六啊？他去县城修工具去了，咱农具用久了不利了，镇上接不了多少活，他便带着东西去县城了。今日倒是错过了，以后他们去县城落脚就在车马行，安全。我到时候跟东升说一声，他跟车马行的人说一声就行。太好了，有了车马行，以后行走就方便了。美满姐姐，你想去哪儿呀？去河间、方舟看看那边的庄子，怎么都行。许久不见他们，还有些想呢。毕竟一起共事了那么久。那你还得等一段时间，等东升啊将整个北方的网点建起来，那才是真正的便利。网点就是车马行各个县城的据点，那我也方便了，以后出门啊马车都不用赶了，让车行带着，方便又安全。三人说了许久的话，实在是困了才去睡觉。第二日一早，春晓让小花从马车里翻出买给美满的金饰，喏，你的礼物。美满接过礼物，打开一看，没想到居然是金首饰，她有些惶恐地盖上盖子。小姐，我一个丫鬟怎么能带这么贵重的礼物？我又没说你是丫鬟，谁敢笑你？这个我们可是挑了许久的，其实没要多少钱，你不收，我可是伤心了。美满自然是不相信他说的，这可是黄金，怎么会不贵？小花扬了扬自己戴着的宝石链子，你看看，这也是小姐买给我的，我可是毫不客气就收了。美满姐，你就收着吧，小姐她买的多着呢，这个是特意给你买的，说是你戴着好看。谢谢小姐。东升也起来了，昨日睡得可安稳，伤口还疼不疼啊？你这处比马行舒服，睡得好得很。我今日要去二叔那处的庄子，还要去另外一个庄子看看。你有伤就留在这处好好休息吧，我让美满找人陪着你。我过来自然是要与大和哥打个招呼的，我与你们一起，只要你们不嫌麻烦才好。哪里会麻烦，到处都有住的地方，只是你这伤还是少走动为妙。你真想跟我们一起去啊？东升肯定的点点头。那好吧，那我们一起。他们到了林业庄子，严大河果然不在，好在张氏跟昌兴在，看到春晓他们好生意外。你怎么来彭东了？不是说新年不出来的吗？东升叫了一声嫂子。东升，你也过来了？之前我不是说跟东升一起建车马行吗？如今车马行已经建起来了，我便过来看看。东升他给我指路的。昌兴，这么久不见姑姑，想不想姑姑啊？你姐姐他们呀都想你了。我也想姑姑，想姑姑。娘说过一段时间就能回去了。赶紧进来喝杯茶，这太阳出来日头可是烈得很。二嫂，不麻烦了，我们呀说几句话就走，还要去黄口庄子看看呢。看完那处，我们也要赶路了。这么急？得早些啊，可不能像去年书凤成婚那会儿那样，要早些回去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啊？你二哥说是7月中旬。对了，怀天给你找了好多的花种子，都放在我这处栽，是现在拿给你，还是到时候给你带回去？我们还有好些地方要跑，你到时候帮我带回去吧。怀天这几日在不在卤肉铺子啊？不在，他去东江府了。卤肉铺子庄子里安排了人看着，如今天气热，每日做的也不多。他到时候也是跟你们一起回的吧？说好了一起回的，原本黄口那边的村里人也想回的，但是8月正是结花的时候，离不开人，我便说到时候把他们的心意带回去就行了。要不你们还是吃了中饭再走吧。小妹，咱也好久没见了。我若是多待一待啊，怕是更加不想走了。咱们回头家里头聚，到时候你们多留一些日子。我新宅子做好了，你们还没有见过呢，回去就能看见了。已经做好了，你真能耐。我定是要去看一看的。你二哥说这次回去，我跟昌兴就留在家里不出来了。也是，我都半年没有见到朵儿跟盼儿了。春晓与张氏说了许多的闲话，旁人也插不上嘴，就在一旁听着。等二人聊得差不多了，春晓便要走了。二嫂，我走了，咱们回去再聚。你二哥偏偏这时候不在，你自己路上当心了，平安最重要。二嫂，你们回去要找车马行，记得找县城的春生车马行。知道了，刚刚都忘了问了，回头你二哥回来，我便告诉他。车子去往武营镇。小姐，小花，你们回来了。姐，昨日回的，今日就来看你了。说着，献宝似的将一个木盒子塞到他手中。
喏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无忧呢？他在房里睡觉呢，你给我买东西做什么？乱花钱。他给你是乱花钱，我给你买的总不是吧？春晓将自己的盒子也递了过去。几个月不见，你倒是胖了些，挺好的。幸福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不好意思地看了眼一旁的赵石头。小姐一来就笑话我。他打开盒子，怎么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小花，你也不拦着，这我如何敢戴？如何不敢戴？你看我头上也是小姐送的，戴的可是好好的。美满指了指自己头上垂着的金叶子，幸福这才看到她头上插的步摇。我说你今日怎么格外好看？刚刚没有看清，原来是这金步摇的功劳。几人都笑了起来。东升是最后下来的，幸福看到他，徐校尉，快快都进来坐。几人一起被迎进屋子喝茶。春晓来了，自然是要先去跟严明礼打个招呼的，东升便跟着他一起。徐校尉怎么会跟着你们一起？他如今啊跟小姐合伙做生意呢，姐，你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配不配？幸福不高兴地瞪他一眼。小姐对你好，你可别太放肆了。我没有胡说，我就是觉得那个东升阁对咱们小姐有那个想法。不管怎么说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人家没说，你少自作聪明。我知道了。虽然被姐姐训了一顿，他也不生气。小姐给无忧买了一套银饰，可好看了。她说小孩子不能戴金，戴银的比较好，我拿给你。你在小姐边上也不劝这些，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来看你，就光听你训了，你就别说我了，那是小姐要买的，你看了肯定高兴。我去拿，你赶紧把无忧弄起来，小姨来了还睡什么觉？幸福看着他跑开，无奈笑了笑，忙去吩咐厨房赶紧做饭。严明礼看到他们，明显也有些意外，没想到除了春晓，东升也来了。你是说你们在县城合伙开了车马行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以后回去啊，我们雇你们车马行的车，说话那些要方便许多了。东升啊，到时候记得打个招呼，给我们优惠一些啊。那是自然，方便自己人那是应该的。东升还是第一次来这边的庄子，这里头还有他们家的份额呢。明礼哥，这边是不是很忙啊？人手够吗？这种棉花地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一直忙。心是辛苦了一些，但是赚的银子多呀。缺人，我们就在附近村子里请，他们都乐意来做活呢。哎，你们要在这边待多久？春晓，淑文成婚，我们怕是回不去，这处要有人呢。我把你们的祝福传达回去就行了。等过年你们回去了，让他呀给你们补一桌酒席。我们呢，怕是后日就要走了，还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呢。哎呀，咱村子如今好啊，有了庄子，又有了车马行。一直到小花叫他们吃饭，他们才过去。小姐看样子很喜欢孩子啊。这么可爱，谁不喜欢啊？小姐，您把孩子给我，抱久了累，您赶紧吃饭。吃过饭，幸福便开始带着春晓寻庄子。春晓没有让东升跟着，东升便到隔壁找严明礼他们。今年棉花的价格肯定是要降上许多，晚一点我让东升跟车马行交代一下，到时候搜集一下各处的棉花卖价，均价水平差不多就行，你们自己看着卖。你们也管了这么久庄子了，我是不怎么担心的，我就怕方舟跟河间那边若是不去出了乱子。小姐，他们那边收成晚一些，到时候我们这边安排好了，我替你往那边跑一趟，你不用担心。棉花收了，庄子就不怎么忙了，孩子让他爹看着，前后多也就1个月时间，应该是无妨的。我也想出去看看。你孩子这么小，方便吗？若是那样，我自然是高兴的，咱们互相壮个胆。若是那样，我最高兴，我什么事情都省了，果真可以安安心心的在家数钱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你家里人找过来了，你还好吧？昨晚聊天的时候，美满告诉他，幸福他爹娘找来了庄子，不过被赶走了。小花是没什么反应，只说这对无良的人居然还好意思找上来。幸福尴尬地笑了笑。是啊，他们不知道听谁说我在这处建庄子，来我这处演苦肉戏，我早就看透他们了，让庄子的人把他们赶走了。只是石头他们倒霉，无缘无故的被骂了一通。这处还好，有院墙拦得住人，若是有事你记得找隔壁庄子里的人帮忙，咱们这边多是女眷，我怕你们吃亏。
放心吧，小姐，他们顶多是嘴厉害，我也不怕，丢人而已，有什么关系？我也少不了2两肉。你能想开，不介意是最好的。春晓洗过澡，便躺在客厅的凉椅上，闭着眼睛休息。刚刚觉得有些热，便感觉有阵阵凉风袭来。他睁开眼，看见东升坐在边上给他扇风。怎么没去休息啊？我没有午睡的习惯，太闲了反而有些不自在呢。春晓让他给自己扇，他则从旁边拿起另一把蒲扇扇了起来。要不你也去洗个澡，我找人给你换药。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晚一点我自己换。庄子车马行以后这些都顺了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是说我以后的规划吗？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好多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，兴许碰到想要做的便做点什么，也有可能四处去游山玩水，没到那个时候谁知道呢？你自己的事情呢？东升问这话问得有些吞吞吐吐。春晓这才想起来他问什么，随即啧啧地笑了笑。啊，你这人骨子里还是小气，我不就说了一下小雪，那也是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说的，不然谁会去做这种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事？你不会还想报复，要给我介绍一个吧？还是你心里还想着负责的事情？我劝你赶紧把那事儿忘了，原本不尴尬，提起来多少还是有些不自在的。东升原本想说的话被他三言两语堵了回去，心中有些郁结，于是丢了扇子走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不让人家把话说完？我看东升大哥有话要说。说什么？我要说你，你居然躲在一边偷听我们讲话。小花拿起扇子给他扇风。我哪有偷听？我原本在这处，就走开了一会儿，位置就被别人给占了。你们说话，我总不能硬凑上来吧？第二日，他们吃完了中饭便要走了。幸福一家将他们送到了庄子门口。小姐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，若是得空，记得多回来看看。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回去吧，太阳大，别把无忧晒着了。姐，我还会回来看你的。你待在小姐身边，多学点分寸，别给小姐添麻烦。我知道了。姐、姐夫，你们都回去吧。马车离开了黄口村，往入云的方向走。这样的聚散多了，我都习惯了。你们明日也要走，我还得别离一场。也没什么好伤感的。春晓拍了拍小花的肩膀。就寻常的离别，以后随时可以见面啊。小花往上睁了睁眼睛。我知道，我不难过，我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舍不得。他们回到庄子又待了一宿，第二日一清早便出发离开了，下一站便是三川县。四人一路去了同州的另外5个县城，看了5处据点，其中3处是春晓的铺面。东升选的铺面都是极好的，性价比高，春晓十分满意。出同州的时候已经是6月27了。青州、东升在6个县城设了点，如今他们是返程，时间也有余，春晓便决定跟着东升把各处都走一遍，顺便借着机会游玩一番。7月20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回到了左源车马行。旺福看到老魏，百感交集。让你去送人，你就一去1个多月，我还怕你出事了呢。掌柜，您不是让我把东家送回来吗？我便一直跟着他们了，我也没有想到要这么长时间呢。旺福哥，不怪魏师傅，是我们的过失，想着魏师傅在，我们省事儿，就把他留下了，忘了跟你这里带口信了。别的倒没有什么，就是我这心呢一直悬着，就怕你们路上出了什么事情。如今回来就好了，我没有想到东升也一起回来了。那你们是今日回去，还是休息一晚再回去？今日太晚了，明日回吧。我去从文馆看一看，可不可以看看颜齐。东升想着明日要回家，便想在县城里给他爹买些东西，于是2人分头行动。春晓带着小花去了从文馆，与他们预料的相差不大，果真是天黑到的家。回的时间太晚，春晓便没有去严大山处报道，而是直接赶着马车回了自己的宅子。宅子的人也没有料到他们今日回。你这么早，昨晚回的？是啊，昨晚回来太晚了，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就先回家了。家里这些日子还好吧？好呢，就是那个傅公子前几日又过来了，你不在他就走了，知道咱家书文要成亲，说是8号要来观礼。
你说他这么殷勤，来得多了算个什么事啊？村子里的人该说闲话了。你能管得住我，还能管得住他？他左右不就是想打听棉花的事？随他去吧。这马上到日子了，家里准备的如何啊？你还说呢，出去1个月才回来，原本还想让你帮忙来着。你嫂子给他们的房子收拾了一番，置了不少东西，你有时间帮你嫂子看看。中午的时候，严大山他们回了，看到了春晓回来，问了车马行的事情，这才知道东升也一起回了。回了好，咱们村里如今好几家都在等着他呢。他车马行新建的，应该挺忙的。我没想到他回得这么早。这次多亏他一路护送我们回来，村里人等他做什么？你这孩子，等他能做什么？自然是他的亲事。咱村里人如今也是长眼的，这么好的女婿，谁都不想放过。我看这事儿够呛，就前些时，我还想给他跟小雪说个媒呢，结果啊，反而惹他不高兴了。你这么一说，咱家小雪还真合适啊。他不同意，他怎么就不同意？我哪里知道，他反正回了。您下回碰到他呀，您自己问他好了。对了，娘，咱们大舅娘不是相中小雪了吗？你这是一点都不想帮忙啊？这种事情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我如何帮忙？我只能帮着小雪多看几个，到时候让她挑。不是，小妹，你还真跟东升说了小雪啊？他生气了？上回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自然是要说的。都知道是个好的，谁还不往自家扒拉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不高兴了。哎，算了，我也不是那做媒人的料，以后啊就安安分分的，等着喝喜酒就成了。可不是嘛，就你们妇人喜欢东家凑西家凑的，这种事情讲究的是顺其自然嘛。严炳发又问舒文请人的帖子都写好了没有，让他拿给春晓看看。看看有没有漏的，这回啊能想到的都要请到了。严大和他们是27号回来的，人到齐了，家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。最高兴的还是朵儿跟盼儿。张氏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春晓，将他的东西给了他，顺便去看看他的宅子，自然得到的又是一番夸赞。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，家里每次只有过年才这么热闹，一桌坐不下，要开2桌才行。以后都成了亲，怕是要开3桌4桌了。严炳发最是高兴。我看你们以后跟春晓一样，将庄子丢给自己的管事，回家多个清闲嘛。家里人还是生活在一起好。这回回来啊，兰儿他们就不去了。如今正是收成，我还是要去看着。等今年全部流程完了，明年我就待在家里了。朵儿也大了，孩子的事儿啊，可比挣钱重要。你能这么想是最好不过，我就怕你钻到钱眼里去了。周氏又看向杨怀天，怀天，等会儿吃完了饭你留一下，小雪的事情你还要拿章程呢。淑凤已经将大致的情形跟他讲了，确实是得好好商量一下。上回听淑凤说你想把卤肉生意做大。是啊，这卤肉是咱家的独家生意，若是做大做好了，挣的银子也不会比棉花少。我就想着算是我们几家一起的，咱们一起定好章程，之后我就要四处找铺子开店做起来了。你姑姑说了，这是个好事，我们不反对，但是亲兄弟得明算账，是得提前把这利定清楚。你想如何分，你给我们先说说。杨怀天看着一桌子的饭菜，现在说吗？要不我们吃完了饭再好好商量。没事，都是一家人，咱们边吃边聊，不伤和气啊。那我可说了啊。我要是说的不好，你们也不要生气啊，咱们好商量啊。他看了看2桌中的众人，咱们呢就分4成，我们1份，爹娘跟哥算1份，二叔家算1份，姑姑算1份，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我来做，我们占3成，方子呢是姑姑的，姑姑占3成，爹跟二叔你们1人占2成。这是他跟淑凤商量后重新定下的。你这个分配倒还算合理，原本我们想着你们占了我们就不算了，既然你把你哥归我们一块儿，2成足够了。这事儿划算的，都不用我们出力，就坐着收钱就行了啊。我们长兴啊要快快长大，长大了就能帮爹的忙了。得了钱，你们还真想当甩手掌柜呀？该帮忙都得去帮忙。
严炳发发话，大家都笑着点头。那是自然了，那我就盼着这个事情顺顺利利，用不着我们帮忙才好呢。我看你一个人办的话，没有人手肯定不成。哎，这样我跟你一起办这个事儿，你觉得如何？反正如今庄子有我没我都一样。哥，你帮忙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那咱们是不是要写个协议，把这个分成的比例都写下来，一人按一个手印呢？都是一家人，用不着吧？要写，既然是谈好了的，这生意做多做长，做得如何都不知道，除非你们都没有当个事儿。若真当个事儿，还是写下来好，免得以后出了乱子，扯皮说不清。姑姑说的是，还是一人留着一份凭证好。那你们不是要找好些个铺面？田氏算是问到点子上了。春晓笑了笑，这可也是能赚钱的时候了。我以东升开马行，这马行的铺面有好几处就是我自己买的，到时候他也是要算租钱给我的。你们若是不想让外人赚了这个租钱，也可以学我，将他们看好的铺面买下来租给他们，反正以后若是用不着了，铺面还能卖啊。这个好啊，我手头还存了不少银子呢，等走的时候我拿给你们，你们看中了地方直接帮我买下来就行了。严大河觉得这买卖划算，也不用他操心。我们也有不少，到时候都给舒文拿着，你们自己在外头可不要漏了财，都小心着些。春晓还想投呢，可惜他的钱全部换成了现金，手上的银票还不到1万两，暂时是没得打算了。这吃食铺子跟马行不同，马行要几个地方同时建据点才行，而吃食铺子是一家一家的开，等他今年庄子收成了再做打算就好了。饭后，杨怀天留下来与周氏他们谈话，春晓也留在一旁听。如今有4家都有求娶小雪的意思，村子里的人家底你不熟悉，我可以与你细说，你做个参详。小雪年纪也到了，你在外头做生意顾不上，可千万别把她给耽误了。奶奶，大舅奶那边若是回了，真的没有关系吗？小雪说她还是离我们近一些好。我早就猜到了，有什么关系？这可是终生大事，哪里能顾其他？聚了就聚了，让他们再找就是。你大舅奶其实心里有数，我上回跟他说过一回，只是姑娘好，她不死心而已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从咱村里的3家选。周氏将3家人的家庭成员、村子里有哪些亲属关系、家庭条件这些给他说了个清清楚楚。田氏则在一旁补充。春晓这才知道，他娘跟他大嫂是做了不少功夫的，就差没有把人家祖宗18代调查清楚了。虽急也不急，反正你在家也要待上10来日，你好好看看打听打听再做决定吧。或者你要是看上另外的人，我们主动提上门也不是不行。有些人怕是碍于咱家的条件，不好开口求亲而已。行，我大概清楚了，多谢奶奶，多谢娘，为了小雪做了这么多。什么谢不谢的，都是一家人。行了，你去吧，赶了这么长时间的路回来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娘，你们属于谁啊？把人调查得这么清楚。这个还是让他们兄妹俩自己去看吧，这个事我们可以帮着了解，做决定的得是他们，不然以后2口子若是有矛盾了，还会怪到我们头上。你以为没人那么好做的？5号中午，春晓主动接了去县城接严琦跟吴忠的任务，因为他之前答应了授课的事情，总不好失信于人。2人到了县城，依旧是在车马行落脚，结果在车马行看到了东升。我说最近村里没看到你，原来你又回县城了。你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回去看了下午爹就来了。你今日是来接严琦的吧？正好我可以跟着你们的马车一起回去。我明日上午还要去给学馆上课，要明日中午走了，你等得了吗？行，那我明儿跟着你。东升看着小花，小花秒懂他的意思，笑了笑。那就劳烦东升大哥明日送小姐去学馆了，我就在这车马行里偷懒了。这回去从文馆依旧是庄严亲自接待的。严姑娘，我照着你说的画了几幅图，但是看着吧总有些怪，等会儿你帮我瞧瞧，务必要指点一二啊。馆长，今日我要先检查学生作业，到时候您一起听着，或许能解惑呢。庄馆长，那我们也走了，9号我再把他们送回来。庄严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你看大家呀都很喜欢这门课，严姑娘准备什么时候再来呀？春晓有些哭笑不得，这还赖上他了呀。馆长，我又不是什么真的夫子，
哪能时常来授课啊？您饶了我吧。严姑娘，你技艺了得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聘你做我这学馆的客座夫子，如何？我知道你们住在乡下不方便，你1个月来1回就成。若是你愿意，随时来也成。我给你1年10两银子的聘钱，如何呀？这还真是大手笔，1年10几节课就有10两银子。只是他如今是真不想惹这些麻烦事。庄馆长，您说笑了，我这样的哪里还能成为真夫子啊？他们主要还是要做学问啊。是啊，我看严琦跟严无中的资质都不错，好好指导一番，明年府试不成问题。你不想好好监督他们，让他们有个好前途吗？好一个老狐狸，果真是狡猾。既然庄馆长这么诚心，那好吧，多谢馆长抬爱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你也有示弱的时候啊。你看看你们馆长，不是一般的狡猾。走，吃了饭，咱们要回家了。2个孩子听到回家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，终于是脱了沉稳，露出了少年人的模样。喝完了喜酒，你就要走了吗？如今据点才扑到了东江，那头都还没有开始，怕是还要大几个月忙的。前段时间我找过之前军营的马官，朝廷要下放一些退役的马匹，我就想着趁关系买上一些，不然错过了，怕是再想要就要难了。这样的事情，你怎么不早提啊？万一错过了就麻烦了。放心好了，我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会帮我留着的。若是能多买一点，一定要多买一些。这样，回去我给你拿4000两银票买马，这钱当我借你的，你折马还我也行，一定要多买。东升就知道，告诉他是这样的结果。行，拿着你的钱，有多少买多少。东升哥，朝廷的马场大吗？你们如今要叫我东升叔了。可是以前我们都是叫哥，我哥我姐不都是叫你东升哥吗？严琦一时也混乱了，他看了看吴中，吴中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了。那是以前小，不论辈分随便叫，但是我与你们姑姑是一辈的，你们说你们是不是应该叫我叔啊？2人一听，确实是这个理，于是乖乖的叫东升叔。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？还是叫东升哥吧，叫叔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现在不改，以后更乱套了。那还是叫叔吧。严琦妥协了，早知道以前就叫叔了，如今改口真有些不习惯。东升叔，朝廷的马场大吗？是不是有许多许多的马？朝廷的马场自然大，一个马场要养上万匹马呢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不过一般人轻易进不去，马匹珍贵，若是有人随意去破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真想去看看。你们若是学问学好了，以后能做官，兴许有机会能看到，不然普通人是没办法看到的。他们先是将吴中送回了家，东升半道下了车，与他们道别之后，就自己回了家。你怎么不把东升叫过来一起吃饭啊？你怎么不把东升叫过来一起吃饭啊？这么晚了，回去还不知道有没有得吃。我又不知道你们这么周到，还留了饭，万一把人带回来，结果家里没有吃的，那不是尴尬？没事的，都这么说了。娘，明日家里就该来客了吧？那让小琪还有朵儿他们，明日一早就搬我那处好了。你二哥知道，朵儿他们是巴不得呢。这书文成亲，我这心里跟你大嫂一样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姑姑他们明日要来吧？来，早就传了话过来，明日来帮忙。你大嫂娘家人明日也要来不少，若不是咱家房子做得够大，怕是要住不下。那我明日要做什么？这处用不上你帮忙，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至后日的时候，你把你宅子里的人借我们就成了。对了，之前那个傅公子要来，我们要如何招待？就当普通客人招待呗，还能怎么样？反正咱们好吃好喝招呼着，不得罪就行了。正好，他不是也要四处买地吗？我问问他有没有碰到跟大哥他们一样的事情。那我就让你二哥招呼了。第2日上午，张玉晴一家子果然来了，严二妮跟着一起。大约是如今日子过平和了，春晓看他的面相都不似以前的尖酸刻薄。姑姑，你们来的可真早啊！舒文的大日子，我们自然是要过来的。亲家公他要看看家里的棉花地，就我们过来帮忙了。春晓之前听周氏讲过，玉晴再嫁的这一家，家里就一个老爹，婆婆早年走了。你那头跟他们一大家子住，有没有什么不便利的？严二妮便笑了，
春晓看得出他这回笑得真心。嫂子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们给了钱修了大房子，我们也跟你们一样修了3套屋。他们住大套房，我住最边上的小套房，家里东西都齐全，我们相处的也不错。以前啊，我总是争啊抢啊，就想着为家里人多争取些，结果落了个悲惨的下场，还对不起玉晴。如今想想，我当真是糊涂，这想的越多，便越觉得对不起你们。你也知道你以前糊涂啊，你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我简直是恨你，恨得牙痒痒。算了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你能跟着玉晴好好过日子，以后可千万醒目些，别再伤玉晴的心了。我晓得，只是如今呢，就有一点麻烦。咱们那处种了好几亩的棉花，按着你们的法子种得十分好，在村里挺惹眼。这3天2头就有村里人过来问，我看二强对这个事儿还挺为难的。这有什么为难的？等会儿我去跟表姐说，她便知道要如何回村里人了。田氏家里人是快中午的时间过来的，大家一来就开始聊起棉花地的事情，说今年又有好收成。玉晴家的烦恼，田家那边也有。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，他们觉得你藏着掖着，自己挣钱都不肯拉拔村里人，我们也是为难。所以说还是你们村子好，一起种，大家谁也不会私下议论谁。亲家嫂子可说得太对了，二强也是这个事情在村里难做，啥都没做也得罪人呐。这个事情这样，下次再问，你们就把契书给他们看，就说是替我们种的。契书上不是白纸黑字写了技术不允许外传吗？他们知道了，自然不会再说你们什么。孙氏看着春晓，